很多人到了50岁以后，开始仔细端详自己的手掌。你看那掌心的纹路，有的深，有的浅，有的清晰，有的模糊。尤其是那些手上出现 M 字纹的朋友，常常会听到各种说法。有人说这是劳碌命，一辈子操心操劳；有人说这是福相，晚年必有福报。但我要告诉你，这些说法都只说对了一半。其实在中国古老的相学当中，手上的 M 字纹从来不是简单的劳碌或者享福那么简单。这个纹路，它是一个人生命格局的印记，是天道在你身上留下的标记。你想想看，为什么偏偏是 M 这个形状，这个 M 字，在古代叫做王者之纹，是帝王将相才有的格局。只不过很多人不明白这个道理，白白浪费了这份天赐的能量。你说这世上的万事万物，哪一样是无缘无故就出现的呢？你手上的每一道纹路，都是你这一生要走的路，要经历的事。那么这个 M 字纹到底在告诉我们什么呢？我先给你讲一个道理。这个 M 字纹，它不是天生就有，也不是后天随便长出来的。你仔细观察就会发现，这个纹路是由你的事业线、生命线、智慧线、感情线这4条主线交汇而成，4线合一，形成一个 M 字。这在相学上叫做四象归元。易经里面讲四象生八卦，你这个 M 字纹，恰恰就是你生命中4个维度完美融合的象征。什么叫4个维度？你的事业、你的生命、你的智慧、你的情感，这4样东西如果都能走在正道上，相互配合，相互成就，那自然就形成了这个 M 字的格局。这不是劳碌，这是圆满。劳碌的人，他的纹路是乱的，是散的，是没有章法的。而 M 字纹的人，他的人生是有序的，是有方向，是有使命。我常说，人这一辈子最怕的不是辛苦，而是不知道为什么辛苦。有 M 字纹的人，他们注定要比别人承担更多，但这个多不是负担，而是你的能量场决定的。你的格局大，你的责任就重，你的频率高，你承载的使命就不一样。这就好比一棵树，你长得越高大，你就要经受更多的风雨，但也正因为这样，你才能看到别人看不到的风景。给你讲个真实的故事。我认识一个企业家朋友，他就是典型的 M 字纹。年轻的时候，他比谁都辛苦，白手起家，从一个小摊贩做起。别人每天工作8小时，他工作16小时，别人休息的时候，他还在琢磨生意。周围的人都说他是劳碌命，这辈子就是受苦的命。但这个朋友有一点跟别人不一样，他从来不抱怨，他总说自己是在做事业，不是在受罪。到了50岁那年，他的企业已经做到了行业前3。更重要的是，他这个人身体好，家庭和睦，儿女孝顺，朋友遍天下。有一次我们一起喝茶，他伸出手让我看，说曾老师，你看我这个 M 字纹，年轻的时候不明显，现在越来越清晰了。我告诉他，这就是你的格局在显现，你前半生所有的付出都在后半生开花。结果你看，这就是 M 字纹的奥秘。它不是让你白白辛苦的标记，它是在告诉你，你这一生要走的是修行之路，是成就之路，是圆满之路。你仔细想一想，那些真正有大成就的人，哪一个不是经历过千锤百炼的？我们再来看这个 M 字纹的形状，你把手摊开，仔细看这个 M，
它像不像一座山峰，中间高，两边低，这就是你人生的曲线。古人讲登高必自卑，行远必自耳。你要想站得高，就必须从低处起步，你要想走得远，就必须脚踏实地，步一步来。M 字纹的人，他们的人生轨迹就是这样，前半生打基础，后半生出成果。道家有句话叫大器晚成。什么叫大器？就是能够承载大事的人，能够担当大任的人。这样的人，他的成熟需要时间，需要历练，需要打磨。你看那些名贵的木头，越是珍贵的，生长周期越长，棵树要长成栋梁之材，它得经过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风吹雨打。你这个 M 字纹就是你成为栋梁之材的印记。那么为什么说50岁之后必看呢？这里面有个天机，中国古代讲50而知天命。50岁是一个人生的分水岭，在这之前，你是在积累能量，在磨练心性，在了解自己。到了50岁，你的人生阅历够了，你的智慧够了，你的格局也打开了。这个时候你再去理解你手上的这个 M 字纹，你会恍然大悟。告诉你，很多人年轻的时候看不懂自己的手相，总觉得命运不公，总觉得自己比别人辛苦。但到了50岁之后，回头一看，才明白原来自己走的每一步，吃的每一份苦，都是有意义的。那些曾经让你觉得熬不过去的坎，那些曾经让你觉得扛不住的压力，到最后都变成了你生命中的财富，变成了你的底气，变成了你的能量场。道德经里面讲反者道之动，弱者道之用。什么意思？就是说看起来最辛苦的往往是最有力量的，看起来最弱的往往是最强大的。你这个 M 字纹年轻的时候让你劳碌，让你辛苦，那是在为你积累能量。等到了50岁之后，这些能量就开始回馈给你。我再给你讲一个例子。古代有个叫范蠡的人，大家都知道他帮助越王勾践灭了吴国，但很多人不知道的是，范蠡这个人手上就有非常明显的 M 字纹。他前半生辅佐君王，殚精竭虑，可以说是鞠躬尽瘁。但他聪明就聪明在攻城之后，他急流勇退，带着西施去经商了。后来他3次散尽家财，又3次成为富商，人称陶朱公。你说范蠡是劳碌命吗？是，也不是。说是因为他确实一生都在做事，都在奔波。说不是，是因为他所有的付出都有回报，而且是10倍100倍的回报。这就是 M 字纹的格局。你付出的是辛苦，你收获的是圆满。你播种的是汗水，你收割的是智慧。那么讲到这里，我要告诉有 M 字纹的朋友们，你千万不要把这个纹路当成是负担。很多人一听说自己是劳碌命，心里就不舒服，就开始抱怨，就开始消极，这是最不可取的。你要明白，这个 M 字纹是天道给你的礼物，不是惩罚。它是在告诉你，你这一生要做的事情平凡，你要走的路不简单，你要达到的境界不一般。你看这个 M 字，它还有一个含义，就是门 M 的形状，是不是很像一扇打开的门？这扇门通向哪里？通向更高的维度，通向更大的格局，通向更圆满的人生。但这扇门不是自动打开的，需要你用你的辛劳去推开，用你的智慧去打开，用你的修行去穿过。佛家讲苦集灭道，人生的苦
是用来集聚能量的，集聚到一定程度，你就能灭掉烦恼，找到通往解脱的道路。M 字纹的人，他们的苦是有目的的苦，是有方向的苦，是能够转化成甘甜的苦。不像有些人苦了一辈子还是苦，那是因为他们不懂得转化，不懂得修行，不懂得这个道理。我常跟学生讲，人生最大的智慧就是懂得顺应天道。什么是天道？天道就是规律，就是自然法则。你有 M 字纹，这就是你的天道，你的规律，你的使命，你顺着这个规律去走，你就顺风顺水。你违背这个规律，你就处处碰壁。很多人不明白这个道理，总想着走捷径，总想着不劳而获，结果呢，反而越走越累，越走越苦。那么 M 字纹的人应该怎么顺应天道呢？我给你几个建议。第一，接受你的辛劳，不要抗拒。你越抗拒，你越痛苦；你越接受，你越轻松。这个辛劳不是要消耗你，而是要成就你。第二，保持你的初心，不要迷失。无论你走到哪里，无论你遇到什么，都要记住你最初的梦想，最初的目标。第三，修炼你的心性，不要浮躁。心静了，你才能看清方向；心定了，你才能走得长远。我再给你讲一个现代的例子。有一位女企业家，她也是 M 字纹。她年轻的时候做过服务员，做过销售，做过很多很多的工作。每一份工作她都很辛苦，但她从来没有放弃过学习，从来没有放弃过提升自己。到了40多岁，她创办了自己的公司，专门做女性培训。现在她50多岁了，公司做得风生水起，她自己也成了行业里的标杆人物。有一次她在一个论坛上分享，说自己年轻的时候很羡慕那些含着金汤匙出生的人，觉得自己命不好，总是要比别人付出更多。但现在回头看，他说如果再给他一次选择的机会，他还是会选择这条路。因为正是那些辛苦，那些磨难，塑造了他今天的格局，让他有能力去帮助更多的人，去影响更多的人。你听听，这才是 M 字纹真正的意义。它不是让你受苦，而是让你成长；不是让你劳碌，而是让你修行；不是让你认命，而是让你创造命运。我们中国人讲五行，金木水火土相生相克，周而复始。你的 M 字纹也是符合五行规律。你的付出是木，木能生火，火就是你的热情，你的动力；火能生土，土就是你的根基，你的积累；土能生金，金就是你的收获，你的成果；金能生水，水就是你的智慧，你的境界；水又生木，周而复始，生生不息。你看，这是一个完整的循环，一个圆满的系统。M 字纹的人，他们的人生就是这样一个循环往复，不断上升的过程。每一次的付出都在为下一次的收获做准备，每一次的磨难都在为下一次的突破铺路。这不是劳碌，这是修炼，不是受罪，这是升华。那么你说，这样的人生是不是帝王格局？当然是。什么是帝王？不是说你要去当皇帝，而是说你有帝王的心胸，帝王的格局，帝王的担当。古代的帝王，他要为天下苍生负责，他要为国家社稷操劳，他的责任比任何人都重。但也正因为这样，他的成就也比任何人都大，他的影响
也比任何人都深远。M 字纹的人，你们就是这样的格局，你们注定要比别人承担更多，但你们也注定要比别人收获更多。你们注定要比别人辛苦，但你们也注定要比别人圆满，这是你的天命，也是你的福分。我告诉你，天命这个东西，它不是固定不变。很多人以为命是注定的，改不了，这是错误的。命是可以改，而且改命的方法很简单，就是顺应天道，修炼心性，积累德行。你有 M 字纹，这是你的先天条件，但这个先天条件能发挥多大的作用，能达到什么样的高度，完全取决于你后天的努力。易经里面讲，自天佑之，吉无不利。什么意思？就是说，当你顺应天道的时候，老天爷都会帮助你，你做什么事情都会吉祥如意。M 字纹就是你的天道，你顺着这个天道去走，去修，去做，你就能得到天佑，就能得到吉祥。但我也要提醒你，有 M 字纹的人，他们也有一个共同的弱点，就是容易操心，容易焦虑，容易把所有的事情都扛在自己肩上，这是不对的。中国人讲中庸之道，凡事要有度，你可以承担责任，但不能透支自己；你可以付出，但不能忘记爱自己；你可以辛劳，但不能忽略休息。我见过很多 M 字纹的朋友，他们事业做得很成功，但身体却垮了，家庭也出了问题。这就是因为他们不懂得平衡，不懂得取舍，不懂得适可而止。你要记住，你的 M 字纹是让你去成就圆满的人生，不是让你去做苦行僧的。圆满的人生是事业、家庭、健康、精神都要兼顾，都要平衡。道家讲无为而无不为。什么叫无为？不是什么都不做，而是不强求、执着，顺其自然。你该做的事情，你认真去做；该你做的事情，你就放手。你该承担的责任，你勇敢承担；该你承担的，你就学会说不。这样你才能真正发挥出 M 字纹的能量，才能真正走向圆满。那么讲到这里，我想很多朋友会问，我怎么知道哪些事该做，哪些事不该做呢？这就需要智慧。而智慧从哪里来？从修行中来，从反思中来，从学习中来。M 字纹的人，他们都有一个特点，就是智慧线特别清晰。这说明什么？说明你有智慧，有判断力，有洞察力。但这个智慧需要你去开发、去使用、去提升。我建议 M 字纹的朋友，每天花一点时间静下来，反思一下自己，问问自己，我今天做的事情，哪些是真正重要的，哪些是可以放下的？我的付出是在成就别人，还是在成就自己？我的方向是对的吗？这样的反思会让你越来越清晰，越来越明白，越来越有智慧。我还要告诉你一个秘密， M 字纹的人，他们的能量场是非常强大的。什么是能量场？就是你的气场，你的磁场，你的影响力。你有没有发现，那些 M 字纹的人，他们往往都是团队里的核心，家庭里的支柱，朋友圈里的主心骨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们的能量强，他们的频率高，他们自然就能吸引别人，影响别人，带动别人。但这个能量场也需要你去维护，去提升。怎么维护？第一，保持正念。你的念头是什么，你的能量就是什么。你整天想着负面的东西，你的能量就会降低。你经常想着正面的东西，你的能量就会提升。第二，多做善事。
善事能积累功德，功德能提升能量，你帮助了别人，你的能量自然就会增加。第三，修身养性，读书、打坐、运动、静心，这些都是提升能量的好方法。佛家讲相由心生，境随心转，你的手相是相，你的人生是境，这些都是由你的心来决定。你的心是什么状态，你的相就会变成什么样子，你的境遇也会变成什么样子。我见过很多人年轻的时候手上没有 M 字纹，但随着他不断修行，不断努力，到了中年之后，这个 M 字纹就慢慢显现出来了。这说明什么？说明手相是会变，命运是会变，一切都是可以改变。关键看你怎么做，看你怎么想，看你怎么修。你如果整天抱怨，整天消极，那你就算有 M 字纹，也发挥不出它的能量。你如果积极向上，不断进取，那你就算没有 M 字纹，也能创造出帝王般的格局。我们再来看看 M 字纹的另一个特点，这个纹路它是由多条线交汇而成的。这说明什么？说明你的人生是多维度的，是立体，是丰富的。你不是单纯的在某一个领域发展，而是在多个领域都有建树。你的事业，你的家庭，你的学识，你的人脉，这些都是你的资源，都是你的财富。古人讲厚德载物，什么叫厚德？就是深厚的德行。广博的胸怀，你有 M 字纹，说明你有这个承载能力，你能够容纳更多，承担更多，成就更多。但这个容纳不是被动的接受，而是主动的吸收。这个承担不是无奈的背负，而是自愿的担当。这个成就不是偶然的幸运，而是必然的回报。我跟你讲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， M 字纹的人，他们往往在50岁之后会迎来人生的第二个春天。为什么是50岁？因为50岁是一个转折点，是一个觉醒点。在这之前，你是在积累，在准备，在打基础。在这之后，你开始释放，开始绽放，开始收获。这就好比棵树，前面几十年它都在扎根，在长枝，在积累养分，等到了一定的年龄，它就开始开花结果了。我认识一位老先生，他今年60多岁了，手上的 M 字纹特别清晰。他跟我说，他这一辈子前50年都在为别人活，为家庭活，为事业活，自己想做的事情一件都没做。但到了50岁那年，他突然就想明白了，决定要为自己活一次。于是他开始学画画，学书法，学太极，学他年轻时候想学但没机会学的东西。现在10年过去了，他不仅把这些都学会了，还在这些领域都小有成就。他的画能卖钱了，他的字有人求了，他的太极打得有模有样。更重要的是，他整个人的精神状态完全不一样了，看起来比同龄人年轻10岁。他说，我现在才明白，我前面吃的那些苦，受的那些累，都是为了今天的自由和圆满。你看，这就是 M 字纹的神奇之处，它不会让你白白辛苦，它会在适当的时候给你回报，而这个回报往往会超出你的想象，会让你觉得一切都值得。那么到了50岁之后， M 字纹的人应该怎么做呢？我给你几点建议。第一，学会放下。你前半生积累的那些东西，该放的要放，该舍的要舍，不要什么都抓在手里，那样你会很累。第二，
开始享受。你辛苦了那么多年，也该享受一下生活了。这个享受不是吃喝玩乐，而是去做你真正喜欢的事情，去实现你真正的梦想。第三，传承智慧。你这一辈子积累的经验，学到的智慧，要传承下去，要分享出去，要帮助更多的人。道德经里面讲功成身退，天之道。什么意思？就是说当你功成名就的时候，要懂得退一步，要懂得放手。这不是逃避，而是更高层次的智慧。你把位置让出来，把机会让出来，让年轻人去闯，去拼，去创造，而你自己则进入一个更高的境界，一个更自由的状态。M 字纹的人到了50岁之后，最大的福报就是自由。你不用再为生计发愁，不用再为地位焦虑，不用再为别人的眼光而活。你可以做你自己，活出你自己，成为你自己。这种自由是用你前半生的辛劳换来的，是你应得的，是你值得的。我还要告诉你， M 字纹的人，他们晚年往往都很有福气。这个福气不仅仅是物质上的富足，更重要的是精神上的富足。他们儿女孝顺，子孙满堂，朋友成群，受人尊敬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们前半生的付出，种下了善因，现在就是收获善果的时候了。因果这个规律，它是真实存在的。你种什么因，就得什么果；你付出什么，就收获什么。M 字纹的人，他们前半生种下都是好的因，辛劳的因，付出的因，到了后半生，这些因自然就会结出丰硕的果实。你的辛劳会变成你的威望，你的付出会变成你的福报，你的承担会变成你的德行。我见过太多太多的例子了。那些有 M 字纹的人，只要他们坚持下来，只要他们不放弃，只要他们不抱怨，到最后都会有一个圆满的结局。这个圆满不是完美无缺，而是各方面都达到一个平衡，一个和谐的状态。事业有成，家庭美满，身体健康，精神富足，这才是真正的圆满。我常说，人生就像爬山 M 字纹的人，他们要爬的山比别人高，路比别人远，自然就比别人辛苦。但你想想，当你站在山顶的时候，当你看到那壮丽的风景的时候，当你感受到那种征服的喜悦的时候，你会不会觉得一切都值得？当然值得。那些没有爬过山的人，他们永远体会不到这种感觉，永远看不到这种风景。所以说 M 字纹是一种福报，是一种机遇，是一种考验，也是一种成就。它在考验你的意志，你的毅力，你的智慧，你的格局。通过了这个考验，你就能脱胎换骨，你就能凤凰涅槃，你就能成为真正的强者。那么讲到这里，我想告诉所有有 M 字纹的朋友们，不要害怕辛苦，不要逃避责任，不要抱怨命运。你要明白，你手上的这个 M 字纹是上天给你的印记，是命运给你的标记，是你这一生要完成的使命。你要珍惜它，要善用它，要发挥它的最大价值。我也想告诉那些没有 M 字纹的朋友，不要羡慕，也不要自卑。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命运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路要走。重要的不是你有没有 M 字纹，而是你有没有一颗向上的心，有没有一份坚持的力量，有没有一个清晰的方向。
只要你有这些，你一样可以创造出帝王般的格局，一样可以活出精彩的人生。中国文化博大精深，首相只是其中很小的一部分，但这很小的一部分却蕴含着很大的智慧，很深的道理。我们学习这些不是为了迷信，不是为了算命，而是为了更好的认识自己，了解自己，提升自己。你的手相会变，你的命运也会变，关键是你怎么做，你怎么想，你怎么修。你修好了你的心，你自然就修好了你的命。你改变了你的思维，你自然就改变了你的人生。M 字文也好，其他文也好，都只是一个参考，一个提醒，一个标记。真正决定你人生的还是你自己。我最后想说的是，无论你手上有没有 M 字文，无论你现在处于人生的哪个阶段，都要记住一点，天道酬勤。你的每一份付出都不会白费，你的每一滴汗水都会开花结果，你的每一次坚持都会得到回报。这个回报可能不会马上到来，但它一定会来，而且往往会在你最需要的时候来。所以各位朋友，当你看到自己手上的 M 字文时，不要叹气，不要抱怨，而要微笑，要感恩。感恩老天给了你这样一个格局，感恩命运给了你这样一个机会，感恩自己有能力去承担这份责任，去完成这个使命。愿各位都能明白自己手上纹路的真正含义，都能活出自己的精彩，都能走向圆满的人生。愿你们在50岁之后都能收获满满的福报，都能享受应得的自由，都能成为真正的智者，真正的强者，真正的圆满之人。我再给你讲深一点，这个 M 字文它在不同的手上显现的方式是不一样。有的人这个 M 字特别清晰深刻，一眼就能看出来。有的人这个 M 字比较浅，比较模糊，需要仔细看才能发现，这其中也是有讲究的。如果你的 M 字文特别清晰，特别深刻，那说明你的命运格局已经定了，你这一生的使命已经很明确了。你不用去怀疑，不用去犹豫，只需要沿着这条路坚定地走下去就可以了。这样的人往往很早就知道自己要做什么，很早就找到了自己的方向，很早就开始了自己的使命。他们的人生轨迹从一开始就是清晰的、确定。但如果你的 M 字文比较浅，比较模糊，那说明你的格局还在形成当中，你的使命还在显现当中。这不是坏事，反而说明你有更多的可能性，更大的自由度。你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，自己的修行，让这个 M 字文越来越清晰，越来越深刻。这就是我前面说的，手相是会变的，命运是可以改。我认识一位女士，她40岁的时候，手上的 M 字文还不明显，只有一个大概的轮廓。但她这个人特别爱学习，特别爱修行，每天都会看书、打坐、反思自己。到了50岁的时候，她的 M 字文已经非常清晰了，比很多天生就有的人还要清晰。而她的人生也在这10年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，从一个普通的家庭主妇变成了一个成功的培训师。你看，这就是修行的力量，这就是改变的力量。所以我常说，手相不是宿命，而是提示，不是限制，而是指引。他在告诉你，你可以往哪个方向去努力，
可以用什么样的方式去成就自己。那么我们再来看看 M 字纹在左手和在右手又有什么不同。中国传统香学讲左手先天，右手后天。左手代表的是你带来的，是你的根基，是你的本质；右手代表的是你创造，是你的积累，是你的成就。如果你的 M 字纹在左手特别明显，那说明你天生就有这个格局，你是带着使命来的。这样的人往往从小就比别人懂事，比别人成熟，比别人有担当。他们好像天生就知道自己要做什么，天生就有一种使命感，一种责任感。如果你的 M 字纹在右手特别明显，那说明你的格局是后天培养出来的，是通过自己的努力修炼出来的。这样的人可能小时候并不出众，甚至还有些平凡，但随着年龄的增长，随着阅历的增加，他们的格局越来越大，能力越来越强，最终也能达到很高的成就，最理想的状态是左右手都有清晰的 M 字纹，而且两个手的纹路基本对称，这说明你的先天和后天达到了统一，你的天赋和努力达到了平衡，你的命运和选择达到了和谐。这样的人，他们的人生往往是最顺遂的，最圆满的。但我要告诉你，就算你只有一只手有 M 字纹，或者两只手的纹路不对称，也不要紧，因为人生本来就不是完美的，本来就会有各种各样的缺憾。重要的不是你有没有，而是你怎么用，怎么发挥，怎么去创造。道家讲无为而治，佛家讲随缘而行，儒家讲尽人事而听天命。这些道理说的其实是一回事，就是告诉我们要顺应规律，要接受现实，同时也要积极努力，不断进取。你的 M 字纹就是你的规律，你的现实，你要接受它，理解它，然后好好的运用它。我再跟你讲讲 M 字纹和其他手纹的关系。你的手上不只有 M 字纹，还有很多其他的纹路，这些纹路相互交织，相互影响，共同构成了你完整的手相，完整的命运。比如说，如果你的 M 字纹很清晰，但你的财运线很浅，那说明你这一生虽然有大格局，但在钱财方面可能会比较辛苦，需要付出更多的努力。这不是说你会贫穷，而是说你的财富来得会比较晚，会比较慢，需要你有耐心，有坚持。再比如，如果你的 M 字纹很清晰，你的健康线也很好，那说明你不仅有格局，还有好身体，这是非常难得的。因为很多有大格局的人，往往会因为过度劳累而损害健康。你有好的健康线，说明你懂得平衡，懂得养生，能够在承担责任的同时，也照顾好自己的身体。还有，如果你的 M 字纹很清晰，你的婚姻线也很好，那说明你能够做到事业家庭两不误，这是最理想的状态。因为很多人往往顾此失彼，要么事业成功但家庭失败，要么家庭美满但事业平平。你能够两者兼顾，说明你真的有大智慧，有大能力。我们中国人讲相生相克，相辅相成，手上的每一条纹路都不是孤立存在的，都是和其他纹路相互联系的。你要看懂自己的手相，就不能只看一条线，一个纹，而要看整体，看全局，看他们之间的关系。这就像看一个人，你不能只看他的一个方面，一个特点，而要看他的全部，
看它的综合数值。M 字纹是你的一个重要特征，但不是你的全部。你还有很多其他的优点，很多其他的可能性，这些都需要你去发现、去开发、去实现。那么讲到这里，我想很多年轻的朋友会问，我现在还不到50岁，我看自己的 M 字纹有什么意义吗？当然有意义，而且越早看越早明白，对你越有帮助。如果你现在20-30岁，你看到自己手上有 M 字纹，那你就要明白，你这一生注定不平凡。你要走的路比别人长，要爬的山比别人高。这个时候，你就要做好准备，要培养自己的能力，锻炼自己的意志，提升自己的格局，不要贪图安逸，不要追求享乐，而要多吃苦，多历练，多成长。如果你现在40-50岁，你看到自己手上有 M 字纹，那你就要回顾一下自己这前半生是怎么过的，有没有辜负这个格局，有没有浪费这个天赋。如果你一直在努力，在坚持，那你要继续保持，因为你的收获期就要到了。如果你一直在虚度，在浪费，那你要赶紧调整，亡羊补牢，为时不晚。如果你现在已经50岁以上，你看到自己手上有 M 字纹，那你就要好好思考自己后半生要怎么过，要做些什么，要达到什么样的境界。不要觉得已经晚了，不要觉得没有机会了。我告诉你，50岁不是结束，而是新的开始，不是终点，而是转折点。你还有很多事情可以做，还有很多梦想可以实现，还有很多价值可以创造。易经里面讲天行健，君子以自强不息。什么意思？就是说天道是永远运动的，永远向前的，君子也要像天道一样，永远自强，永远进取，永不停息。M 字纹的人，你们就是君子，你们就要有这种精神，这种气魄，这种担当。不管你现在多大年纪，不管你现在处于什么状态，只要你还活着，只要你还有梦想，你就要继续奋斗，继续前进。你的 M 字纹在提醒你，你不是普通人，你有不普通的使命，你要活出不普通的人生。我还要跟你讲一个很重要的观念，很多人看手相都是想知道自己未来会怎样，会发生什么事，会有什么运气。这种想法是错误的。手相不是用来预测未来的，而是用来认识自己的，了解自己的，指导自己的。你看到自己有 M 字纹，你不应该想我未来会不会发财，我会不会成功，而应该想我该怎么做才能发挥这个格局，我该往哪个方向努力才能实现这个使命。你看，这是完全不同的两种思维方式。前一种思维是被动，是消极的，是在等待命运的安排。后一种思维是主动的，是积极的，是在创造自己的命运。有 M 字纹的人，你们要有的就是后一种思维，因为 M 字纹本身就是一个创造性的纹路，它不是让你等着享福的，而是让你去创造福报的，不是让你躺着收获的，而是让你努力播种的，不是让你被动接受的，而是让你主动进取的。我见过太多的人，明明有很好的手相，很好的天赋，很好的条件，但就是因为思维方式不对，心态不对，结果一辈子碌碌无为，浪费了上天给的好格局。这是最可惜的，也是最不应该的。所以我一直强调，看手相不是看命，而是看道，不是看结果，而是看过程。
不是看你会得到什么，而是看你应该做什么。明白了这个道理，你就真正懂得了手相的意义，你就真正能够从手相中获得智慧和力量。那么 M 字纹的人具体应该怎么做呢？给你几个具体的建议。第一，确立你的使命，你要想清楚你这一生最想做的事情是什么，最想成为的人是什么，最想达到的境界是什么。这个使命不是别人给你的，不是社会要求你，而是你内心真正渴望的。有了这个使命，你就有了方向，有了动力，有了意义。第二，制定你的计划。光有使命还不够，你还要有具体的计划，具体的步骤。你要把大目标分解成小目标，把长期计划分解成短期计划，一步一步的去实现 M 字纹的人。他们的人生是需要规划的，是需要设计的，不能糊里糊涂的过。第三，坚持你的行动。计划做得再好，不行动也是白搭。你要每天都采取行动，每天都有进步，每天都在靠近你的目标。不要3天打鱼2天晒网，不要遇到困难就退缩，不要看到别人享乐就动摇。记住，你走的是修行之路，是成就之路，是不同寻常的路。第四，修炼你的心性。外在的成功固然重要，但内在的成长更重要。你要培养自己的定力，自己的智慧，自己的慈悲，要学会控制情绪，要学会放下执着，要学会看淡得失。心性修好了，外在的一切自然就会好起来。第五，积累你的功德，多做善事，多帮助人，多传播正能量。你帮助的人越多，你积累的功德就越多，你的福报也就越大。而且帮助别人也是在成就自己，因为当你给予的时候，你的格局就在扩大，你的能量就在提升。第六，保持你的平衡，不要只顾事业而忽略家庭，不要只顾工作而忽略健康，不要只顾赚钱而忽略精神。M 字纹的人最容易犯的错误就是失衡，就是过度。你要时刻提醒自己，圆满的人生需要平衡，需要和谐，需要各个方面都照顾到。这6点看起来简单，但真正做到并不容易。这需要你长期的坚持，长期的修炼，长期的努力。但我可以告诉你，只要你做到了，你的人生一定会发生质的改变，你的格局一定会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，你的 M 字纹也一定会发挥出它最大的能量。最后想跟你分享一个故事。古代有一位禅师，他从小手上就有非常清晰的 M 字纹。他的师父看到后告诉他说，你这一生注定要度化很多众生，要承担很大的责任。年轻的禅师听了，心里很高兴，觉得自己很特别，很了不起。但随着修行的深入，他经历了很多磨难，很多考验，有时候他也会累，也会想放弃，也会怀疑自己的选择。但每当这个时候，他就会看看自己手上的 M 字纹，提醒自己这是自己的使命，是自己要走的路。到了60岁那年，他已经成为一代宗师，弟子遍天下。有一天，一个年轻人来拜访他，问他说，师父，您手上有 M 字纹，说明您命好，注定要成功。我手上没有，是不是就没有希望了？禅师听了，微笑着说，孩子，你错了，我的 M 字纹
不是让我注定成功的，而是让我注定要吃更多苦。我成功了，不是因为我有 M 字纹，而是因为我吃了该吃的苦，做了该做的事，修了该修的心。你手上没有 M 字纹，不代表你没有希望，只要你有一颗向道的心，一样可以成就。年轻人听了恍然大悟，你看，这就是真正的智慧。M 字纹是一个标记，一个提示，但不是一个保证。它在告诉你，你有这个潜力，有这个可能，但最终能不能实现，还是要看你自己的努力、自己的选择、自己的修行。所以各位有 M 字纹的朋友，不要觉得自己特别，也不要觉得自己倒霉。你只需要知道，你有一条不同寻常的路要走，你有一个不同寻常的使命要完成。走好这条路，完成这个使命，你就能活出精彩，活出圆满，活出价值。而各位没有 M 字纹的朋友，也不要羡慕，不要失落。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纹路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命运。重要的是找到自己的路，做好自己的事，活出自己的样子。归根结底，手相只是一个工具，一个参考，一个镜子，它能照出你的一些特质，一些可能，但它不能决定你的人生。真正决定你人生的是你的心，是你的念，是你的行。愿各位都能看懂自己手上的纹路，都能找到自己人生的方向，都能活出自己最好的样子。愿那些有 M 字纹的朋友都能承担起自己的使命，都能走向真正的圆满。愿大家都能在50岁之后收获满满的福报，享受应得的自由，成为真正智慧、真正富足、真正圆满的人。这就是 M 字纹的真相，这就是我要告诉你们的天机。记住了，用好了，你的人生就不一样了。